加利福尼亚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其经济规模若独立计算，位列世界第5大经济体。加利福尼亚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和地中海气候，使人类自史前时代起就在此地定居。加利福尼亚这个名字起源有多个版本，其中广为接受的说法是，这个名字来自于16世纪西班牙作家蒙塔尔沃创作的名为《埃斯普兰迪安世纪》的骑士小说。这部小说讲述了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岛上的亚马逊女战士帮助主人公埃斯普兰迪安的故事。其中，加利福尼亚是一个位于亚洲印度河上的虚构岛屿。小说中的这个岛屿是一个盛产黄金和宝石的天堂。1542年，西班牙探险家埃尔南·科尔特斯在探索现今加利福尼亚湾时，他将发现的地区以蒙塔尔沃小说中的神话岛屿命名。在前哥伦布时期，加利福尼亚是北美洲文化和语言最多元化的地区之一。大约在2万年前，亚洲的第一批人类通过白令海峡迁移至加利福尼亚。在这片土地上，由于山脉和沙漠的自然隔离，形成了500多个原住民部落。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在欧洲人殖民之前，加利福尼亚至少有30万原住民。第一批探索加利福尼亚海岸的欧洲人是1542年由葡萄牙船长胡安·罗德里格斯·卡布里洛率领的西班牙海上探险队的成员。尽管16世纪欧洲探险家对加利福尼亚进行了实地探索，但直到2个世纪后，许多欧洲地图上仍将加利福尼亚标记为岛屿。1769至1770年的波托拉远征是西班牙在加利福尼亚殖民的关键事件。他们在圣地亚哥建立了传教会和要塞，这是西班牙人在加利福尼亚的第一个定居点。加利福尼亚州的许多城市都是从西班牙殖民者建立的传教区发展而来的。胡安·包蒂斯塔·德·安扎在1775至1776年领导了一次深入加利福尼亚内陆和北部的探险活动。探险结束后，探险队成员莫拉加于1777年发现了圣何塞村，它成为加利福尼亚第一个由平民建立的城市。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加利福尼亚被分为上下加利福尼亚2个部分。下加利福尼亚由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组成，上加利福尼亚几乎包含了现在美国西部的所有地区。1821年墨西哥独立战争后，加利福尼亚成为了墨西哥的一个省份。在墨西哥的统治下，墨西哥的自由贸易政策促进了加利福尼亚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1826年，猎人杰迪戴亚·史密斯带领首批美国公民通过陆路进入加利福尼亚。到了1840年代中期，美国人已经成为当地第一大族群。1846年6月14日，索诺玛的美国定居者发动了反抗墨西哥统治的起义。起义者制作了一面临时旗帜，上面画着一颗红星和一头灰熊。这一事件在历史上称为熊旗起义。然而，后来被称为熊旗起义的领导人并不知道，美国当时已向墨西哥宣战。当美国海军准将约翰·斯洛特占领蒙特雷，并在该市升起美国国旗时，起义者放弃了独立的想法，这标志着存续25天的加利福尼亚共和国的终结。随着1848年2月2日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的签署，上加利福尼亚正式割让给美国。被吞并的上加利福尼亚的最西端成为现今的加利福尼亚州。上加利福尼亚的其余部分被细分为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下加利福尼亚地区由于气候干旱，被保留给了墨西哥。1850年9月9日，加利福尼亚作为第31个州加入了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就在美国正式吞并该地区的前一周，詹姆斯·马歇尔在科洛马的萨特磨坊建造的锯木厂中发现了黄金，这一事件触发了淘金热。最初的淘金者大多数是来自美国以外的移民。新移民的大批涌入，对原本就处于弱势的原住民来说是灾难性的。当地的民兵、陆军以及白人定居者，为了巩固自己在当地的权威，对当地的土著人实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加州在最开始并入美国时，迁入该州南部的南方奴隶制支持者主张脱离加利福尼亚州，成立自己的州。分离主义者得到了讲西班牙语居民的支持，他们认为该州的税收和土地法不公平。1859年，加州议会通过了一项由州长签署的法案，该法案将北纬36度以南的科罗拉多地区划为科罗拉多领地。
提议的领地中超过75%的选民支持该措施。然而，该措施生效所需的国会授权从未到来。随着美国内战的爆发，此事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此后，又有200多个议案提出拆分加州，但都不了了之。加州加入联邦时，圣何塞成为最初的州首府，但立法者很快对他们的住所感到不满，并于1852年接受了向北迁往60英里瓦列霍的提议。然而，令立法者们惊讶的是，他们抵达瓦列霍后，发现他们的新家仍在建设中。于是，1周后，立法者又移居到内陆的萨克拉门托，在短暂返回瓦列霍，并在贝尼西亚停留后，州首府最终在1854年永久落户于萨克拉门托。在1847年至1860年间，加州的人口增长了2倍，达到了30万零8千人。尽管大多数淘金者没有发财，但在1850年至1859年间，矿工们开采出了高达2828万零711盎司的纯金。在美国内战期间，加州向联邦政府运送了大量黄金。然而，由于该州内存在大量亲南方同情者，该州无法召集任何完整的军团赴前线作战。当时支持加州独立的秘密组织蠢蠢欲动。联邦政府在忙于内战的同时，向加州增派了军队，随时准备镇压反对联邦政府的叛乱。加州加入联邦时，加州与美国大陆其他地区之间的交通既耗时又危险。19年后，也就是1869年，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建成，这为该州在中央山谷和其他地区实现大规模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尽管中国人在修建加利福尼亚至犹他州的横贯大陆铁路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与中国人之间的就业竞争导致了该州爆发反华骚乱，这与1870年代的经济衰退相结合，促成美国国会于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1889年，报业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派他的一名记者艾伦·凯利去捕捉一只野生灰熊，准备在旧金山展出。当时灰熊在该州几乎已经绝迹。尽管凯利没有任何狩猎经验，但他还是带领团队成功捕获了一只行踪不定的灰熊。随后，这只灰熊被命名为帝王熊。1911年，帝王熊病逝，它的毛皮随后被制成标本，在加州科学院展出。同年，加州决定复制反抗军的旗帜，以纪念熊起起义。该熊成为了插画家的模特。灰熊现在在加州已经灭绝。进入20世纪，北加州海岸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从北海岸的尤里卡到旧金山湾区南部的农业区萨利纳斯谷都感受到了高强度的震动。旧金山很快就爆发了毁灭性的火灾，超过3000人死亡，城市80%以上被毁。加上1928年圣弗朗西斯大坝发生的溃坝，更是将加州推下万丈深渊。加州意识到必须拿出强有力的措施来推动发展。教育是实现地区全方位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加州很早便预知到了这一点。从1857年开始，在州政府的支持下，加州州立大学、加州大学以及加州社区学院3大高等教育系统相继建立。这些系统里的学校今日已经成长为全美高等教育中的中流砥柱。1908年，由于托马斯·爱迪生拥有众多电影专利，并频繁地通过法律手段迫使电影制作者停工，而加州并未强制执行这些专利规定，这为电影制作者提供了更为宽松的创作环境。因此，好莱坞迅速成为美国电影产业的中心，这为加利福尼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润。加上19世纪90年代，洛杉矶发现了石油，这使加州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大学回流的学生骤增。为满足财务需求，同时给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弗雷德·特曼的建议下，斯坦福大学开辟了工业园。该模式的成功促使斯坦福大学成立了斯坦福研究所。在风险投资的助力下，苹果、微软和数不胜数的新兴高科技公司从硅谷起步，这进一步推动了加州经济的腾飞。